一艘由228根原木临时拼接而成的木筏正行驶在宽阔河面上，上面满载50多名乘客。在这样豪华的露天游轮上，乘客可以尽享360度无边际游泳池。如果刚好带上肥皂，还可以用矿物质含量丰富的河水进行人体表皮清洁。这是位于刚果河中游的基桑加尼。48岁的船长保罗从事原木运输的工作。他们将价值超过35万欧元的228根原木捆在一起，组成一张长90米、宽42米的巨型木筏。保罗的小船充当整个木筏的动力系统。他们将前往1400公里外的首都金沙萨。为了补贴油费，船长会顺带载上一些前往金沙萨做生意的乘客。由于原木贵重，不容有一点闪失。临出发前，助手最后对捆扎原木的钢缆进行检查，确保原木不会在路上丢失。此外，原木间如果有太多空隙，上面的乘客跌落下去可能成为肉夹馍。因为农村生活艰难，这些乘客都想去大城市卖掉自家土特产。虽然路途遥远，木筏需要走上1个月才能抵达金沙萨，但相比隔壁叠罗汉一样的刚果地狱之船，还有四面八方漏水的捕鱼船，木筏绝对可以称得上豪华。前10天的行程还算顺利，木筏安全行驶700公里抵达姆班达卡，但后续的路程绝对不轻松。一位小哥在原木间的空隙泡起了澡。巡视的安全员看到表示：“你小子真是不知道骨灰盒能装几斤，想要试试吧？”木筏上还有许多潜在危险。一位助手被凸起的铆钉扎破了脚，船上没有破伤风疫苗。船长找来了纱布和酒精，简单给助手进行处理。到了金沙萨再去打疫苗，但眼下到金沙萨还得半个多月。如果真感染破伤风，估计发丧回家比打疫苗快。刚果超过40%的人没有工作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许多人都想去繁华的金沙萨做生意。眼前的老奶奶叫格洛利亚，她独自养大2岁的孙女，父母刚生下孙女就跑路了。她打算去城里卖掉自己的木薯粉，用来偿还拖欠了3个月的债务。船长考虑到格洛利亚的情况，只收她2欧元的船费，而其他乘客则需要8欧元。为了方便上厕所，船员们在木头间搭上2块木板，但这样奢侈的装备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用。半路上又有新乘客加入，他的货物是咸鱼干，需要占据大量干燥的地盘。乘客们都非常不满，现场一度陷入混乱。争地盘只是小问题，接下来他们可能没有心思去抢座位。晚上河面天气骤变，对于没有任何庇护的木筏来说是一场噩梦。他们要面临木筏搁浅、原木错位、风吹雨淋的窘境。晚上的风浪越来越大，水手们抓紧固定绳索，但每一根原木都有自己的想法，纷纷想要离家出走。乘客的货物也危在旦夕，船上的帐篷都只能拆除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女人们组织起来开始唱歌祈福，期待风暴早些过去。在乘客们的祈祷下，风暴终于停了，但原本捆好的原木已经七零八落，有的已经濒临沉没。他们用铰链尝试把原木拉上来，但有些钢缆已经断掉，他们需要重新铺设钢缆。此时木筏已经进入沙洲区域，随时有可能搁浅。船员们用杆子不断探测水深，他们需要确保水深超过4米，否则一旦搁浅就完蛋。因为船的动力有限，在水流较急的水域行驶时，木筏又被冲到了岸边卡住。船长将小船分离，从侧面拉动木筏，在船员的指引下，木筏逐渐从岸边脱离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了意外之喜，一条大鱼跳上了木筏。对于缺乏捕鱼工具和技术的刚果人来说，这是非常难得的馈赠。在这30天的旅程中，乘客们不必为食物担心，因为每天都有附近的村民来兜售食物、装饰品、木炭等，甚至还有卖辣条的。所有人都以为一路顺利时，前方又有多个沙丘等他们靠近。毫无意外，他们搁浅了。船员们潜入水底徒手挖沙，结合小船弱小的马力，女人们又开始唱歌为船员施加 buff。经过5个小时的挣扎，他们终于脱困。距离金沙萨只有几公里，他们再次上路，但天又下起大雨。对乘客来说，一路虽然艰险困难，但是他们没有其他交通工具。但凡有其他办法，他们都不会冒这样的险。在大雨中，他们终于抵达金沙萨。乘客们将去努力奋斗，追求更好的生活。格洛利亚卖掉木薯粉就可以偿还债务。他们乐观的精神让他们即使面对再大困境，都可以笑着面对。至于船员们，他们会在3天内拆卸228根原木交付给买家。